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你让开，别管我，我要打死这个败家娘们！公公李建国将我一脚踹到了墙上，我沿墙壁捂着肚子缓缓下落。可这痛苦比起前世我被四分五裂还差得远。公公在厂里工作，器械到期却不检修，拉着我说什么带我去帮忙，却在监控的死角将我一把推进了绞肉机。而此刻他嘴里还不停骂着这个败家娘们，我儿子在外面欠了那么多钱，他还敢买这么多东西。我咬着牙低头掩盖自己充斥着恨意的眼睛。这不是他第一次打我，但我发誓这绝对是最后一次。此刻我无比的后悔3年前不听爸妈的话，为了和李峰在一起跟家里决裂。我第一次抬起头，不甘道：那是我自己挣的钱，我凭什么不能花？何况我买的是卫生巾，不让买我用什么？公公径直冲过来给了我一巴掌。贱人，家里的卫生纸是不让你用了。婆婆刘红在一旁嗑着瓜子，敲着二郎腿，看着我慢悠悠地说：沈瑜呀，不是妈说你，当初答应让你进门，还以为你能帮我们家里还债，谁知道你竟然被沈家赶出了门。我早就让你把工资卡交给我，你不听。李建国歇了一会，见我眼神不忿，又狠狠给我肚子一脚。这次我彻底倒在了地上，他骂骂咧咧：今天长本事了，还敢顶嘴，看我不教训你！再睁眼是在 ICU 里，我昏迷1周醒来，警察就等了我1周。警察问了我许多关于家暴的问题，李峰在窗外又是做口型又是打手势，生怕我把李建国送进去。我心中冷笑，我要的可不光是他进去。警察问话时，我扯谎说公公只是推了我一下，我自己不小心跌落楼梯才这么严重。门口李峰满意的笑着，警察走的时候他毕恭毕敬，送完就笑着进来对我道：老婆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事，我准备给咱家买个新房子，咱们搬出去住。我装作惊喜地看着他的眼睛，激动地流出了眼泪。可我知道，他是为了拿我的保费去新房子里和他那个富家小姐住在一起。前世公公将我推下去的时候就说了一句：我挡了他家富贵的路，世上不是只有我一个大小姐。我拿出手机给爸爸发了消息，那个小三我也不会放过。前世就是他给李峰吹耳边风，说我活着他们拿不到沈家的财产，但我死了可以领保费。可这3年我只是表面上被家里赶了出来，实际一直在和家里联系。是爸爸告诉我要瞒住他们，他早就想到了李峰图我家产的可能，所以一直在暗地里接济我，不然凭我的工资还真没办法支撑这一家4口人的生活开支。李峰小心翼翼地提出这次出院后带我去买保险，我一口就同意了。他反而诧异了起来，我笑道：谁能知道意外什么时候来呢？多个保证总是好的。他赞同的点头。我又道：给你也买上，给爸妈也买上。他听我答应，开心都写在了脸上。我心里默然，杀我骗保，就这么大的诱惑。我有些自嘲地笑了笑。住院期间，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。我知道他是在期待那天的到来，在我住院的时候，一直是他开着我的车，自然不愿意花钱保养。我车子的刹车有问题很久了，这就是我的关键机会，他会为他的吝啬付出生命的代价。一打开车门，就有一股香水味扑面而来，夹杂着一些男人汗液的味道，让我恶心。他还在车里放了一大捧红玫瑰花，估计是为了掩饰车里的味道。他是舍不得花钱给我洗车的，认识3年，连一次花也没给我送过。我被踹裂脾脏的痛，也比不上此刻被曾经挚爱之人背叛。自己亲眼所见的痛，
原来他真的可以不在乎我的感受到这个程度，他甚至丝毫都不掩饰。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是在什么时候消弭的，但发现的时候我已经抓不住了。往好了想，也许他在一开始就没有投入感情，就像我妈说的那样，真的爱我的男人怎么会眼看着我为他和家里决裂，怎么会让我为难，更不会带着我去喝酒打架。此刻他眼神试探地看我，我装作有点感冒，没闻到。他又放心地开车，迫不及待将我拉去了保险公司。买地过程很快，他的受益人填的是我，我的受益人填他，公公婆婆的受益人也填他。即使我已经出院，他还是没舍得把车还我。我看了看车子，开口道：“过几天车得送去保养了。”可他一听我要花钱，直接拒绝：“保养啥呀？这车不是能开吗？等开不了的时候，你也保养不了了。”我转向窗口，掩饰自己不耐烦的表情。要不是为了留下证据，我真不愿意和他为了这点小钱扯皮。车上有行车记录仪，刚好把他的话录进去。他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握着我的手，说：“别怕，有他。”那句话和我们结婚那天他说的一模一样，一瞬间让我有些恍神。他的侧脸在黄昏的光线下忽明忽暗。刚到家没多久，公公就过来向我道谢，说什么那时候太生气了，失去控制了，以后不会再有了。我笑了笑，点点头原谅了他。我自己烧水煮了公公最喜欢的茶叶，毕恭毕敬地双手端到他的面前，和结婚那天一样。公公笑着跟我客气：“我儿子娶了个好媳妇啊，以后你俩肯定能越过越好。”原来包容他的家暴行为就是好媳妇。李家的门，八字不硬的人还真进不了。但面上，我害羞地看向一旁拿着手机发消息却面带笑容的李峰，眼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婆婆难得的在厨房忙碌着一家人的饭菜，往日这样的活都是我干。现在的场面，不知道的人看起来还以为是和谐温馨的一家四口，可实际上只是各怀鬼胎的修罗场罢了。他喝过了好茶，就该上路了。见我心情不错，公公立马道：“沈瑜呀，咱家那个工厂啊，最近忙不开，需要人手帮忙，要不你先请2天假。”终于来了，我纠结了一会儿就答应了他。他满意的直夸我懂事，说李峰没娶错人。晚上我趁李峰睡觉的时候，对车子的刹车盘动了点手脚。房子附近没有监控，他也舍不得晚上开行车记录仪，刚好给我机会。晚上我回去的时候，听到他在卫生间里小声和小三徐静打电话：“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，宝贝，你再忍忍，等拿了保费我就去你家拜见叔叔阿姨。”那个女人我早都恶心了，怎么可能舍不得？3年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哪能和我的宝贝比？我攥紧了拳头。他似乎忘了我的2个孩子是怎么没的，不都是他一脚送走的。李峰打完电话进了房间里的时候，我已经换上了睡衣躺着。他从底下爬上来，眼神深情地望着我：“老婆，我爱你。”他认真的样子也和3年前一样，在简陋的婚礼上，他也是这个表情说了爱我。我伸手轻轻地拥住他，他温柔地抚摸着我的长发，睡觉前还在我额头上落下一个轻轻的吻。我前世就是这样被他迷惑，以为从此以后的生活会不一样。他回到了爱我的时候，可现实狠狠给了我一巴掌：“永别了，我最爱的老公。”第2天，公公就说用他的小3轮捎我去厂里，还明里暗里打探我在哪个银行有存款，这样省得我死后他们像无头苍蝇一样乱跑，知道我在哪里存了钱，继承起来就方便多了。我将问题一一避开，做出自己没有一点存款的样子。他脸色难看了起来，
态度也不负求我帮忙时低三下四。同时，我收到了爸爸的短信，保险受益人已经改好名字了，看完就删除了。我放心地收起手机，等解决了这一家子，就轮到徐静了。一路上，我故意把三轮车上的钉子往地上撒了几个，果然有车爆胎了。我装作不小心的样子，赶忙下车向他道歉。那人准备让我赔钱的时候，公公生怕让他赔，一听就骑车走了，说在厂里等我。车主下车换胎的时候，我拿起他放在一边的手机，哥，我出门没带手机，我给我家里人打电话，让给你把钱带着。他摆摆手，你用吧。我修改了车主手机上的显示时间，改迟了半个小时，刚好够我从这到厂里一个来回。山里的路上也没有监控，车主换完见我家人还没来，有些着急。我开口道：哥，我把我电话留给你吧，这样你也能联系到我。他同意了。我放轻了脚步走进厂里，公公正在和李峰打电话。你放心吧，人进去就是个死，这东西连铁都能弄碎，工人都放假了，不会有人知道。我从他身后看去，他正坐在绞肉机一边的椅子上喝茶。咫尺的距离，我直接冲过去把他推了下去，就像前世他推我进去一样利落。这是你欠我的，忘了告诉你，其实我和沈家从来没有做断过联系。他痛苦的嘶吼和遗憾不甘的声音很快在我耳边消弭。我没有停留，当场把一边的茶壶踢倒，地上湿了一滩，然后迅速返回了车子爆胎的地方。车主早就不见了。我拿出手机，先给公公打了个电话，当然是打不通的，可我需要这个通话记录来佐证我不知情。然后打了李峰的手机，他一听是我，声音立刻慌乱了起来。我爸怎么了？我不知道啊，公公的手机打不通。我刚刚不小心把三轮上的钉子踢下去，把一个车弄爆胎了，现在人家刚换完走了。你过来的时候顺便把我接一下吧，如果不是为了保费，李峰现在早就出口骂我了。但此刻他听完还以为是公公没来得及动手，直接答应道：好，你给我发个定位，在那等我。我放下手机，表情冷漠至极。李峰从来不愿意接我，要不是为了保费，我怕是这辈子都享受不了这待遇。从城里到这个厂子路上全是盘山路，他需要踩很多次刹车，可他的刹车已经废了。我放心地坐在路边等，估摸着他本来该到了的时间后，慢慢走回了厂里。还没到，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报声，警局和消防车停在一起。我勾唇笑了笑，立马换上着急的表情，逮着一个消防队员就问：这厂里怎么了？他看了看我，有人掉进机器里了，被他老婆发现了，我们的人正在努力撬开机械。我焦急地开口：能不能让我进去看看？这是我公公的厂子，是工人吗？我们是不是得赔钱？人没事吧？人没事，一切都好说。那人一听我和厂子有关系，犹豫了半晌才回答：听说人直接就死了，在机器里面被绞碎了。我们同事进去的时候，机器还转着呢。他老婆在一边被吓傻了。我看到婆婆被警察架着搀扶出来，她手里的手机一直在响。我赶忙过去慰问：妈，您没事吧？她看了我一眼，有些心虚地低下头。我借此瞄到了她手机的页面，是那家保险公司的电话。公公的尸体刚被处理完，警察准备带我们去做笔录，医院却给我打来电话：您好，是李太太吗？李先生车辆出了问题，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送到了医院，经我们抢救无效后身亡了。我在电话这头没说话，手机直直地掉落在地上，还是警察帮我捡了起来，放到我的耳边。对方还在一直跟我抱歉，
他却不知道，我甚至想烧香拜佛叩谢他。李峰从盘山路拐弯的时候踩刹车，发现失灵，慌乱之下方向盘失去了控制，迎面开来一辆大货车，彻底乱了他的心神。为了避让，他开入了悬崖，车毁人亡。我语气沉沉地挂了电话，一瞬间就已经泪流满面，里面有终于结束了的感慨，也有我对死去的感情的不舍。我不舍的是我这3年的付出和真心，他不配我难过，但我还是在众人面前哭得说不出话，然后晕了过去。警察立刻从后面拖住我，另一个警察则按住我的人中，我这才悠悠转醒。醒来后，我哽咽着给婆婆说出了李峰遇险的事，她听完反应了半天才接受，却发了疯一样指着我：“是你，肯定是你，你这个毒妇！”我无力地被警察搀扶着站起身，一脸受伤而诧异地看着他：“妈，你说什么呢？我扎爆了别人的车胎是我的错，可他们今天的意外不能怪我呀，怪就怪他们自己。贪心就是吃人的恶鬼。”车上的警察一听就起了疑心，什么爆胎？我一五一十地说出了今天的事，只是把时间推迟了半小时，刚好是我动手的时候。警察皱眉问我：“那个人你认识吗？”我摇头。那发生事故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我给了他我的电话，他看起来着急走，说会联系我的。你记得他的车牌号吗？我眼睛转了转，嘴里说出了记忆里的号码。1个小时路程结束，我还没踏进警局，车主的电话就被查了出来。警察将人叫来了警局，婆婆一见就破口大骂，这肯定是她的姘头，帮她说话的。我儿子丈夫死得冤啊！她用力拍着自己的大腿，懊悔不已。警察警告她不要喧哗。车主做完笔录还是一脸懵，但他说的和我说的高度契合，他就是我的不在场证明。听完警察说我没有嫌疑的话，婆婆当场就冲上来给了我一耳光，依然是那个没有恢复的左耳。我捂着脸受伤地看着她，半晌才轻声道：“我早就说过了，车到了保养的时间，可他嫌花钱，不愿意去，我能怎么办？我丈夫没了我不难过吗？”他一脸怨愤地被警察拉走了。对方听完就盘问我是否安装了行车记录仪，车子损坏严重，但记录仪还能查看。我立刻点头。没多久，行车记录仪就到了警方的手上。我重新听到了李峰恶心的声音，费了很大的劲才忍住没有当场吐出来。音频里清清楚楚地听到了他因为价格原因不愿意保养车辆，我拿他没有办法。警方听完就低头记录了下来。我趁机对面前的警察道：“我今天看见了婆婆的手机上是保险公司的电话，我公公和老公前不久刚刚买了大额的保险。”说着，我眉头皱了起来，一脸的后怕。警察听完慎重地点点头，连着我的手机和婆婆的一起检查，看到了我手机里和公公的通话记录，最后一个没有接通的记录显示了我对她的意外毫不知情，可婆婆手机里保险公司的电话却是实打实的。所以最后我离开了警局，婆婆却被留在了那里。我回去收拾自己的东西，离开这个待了3年的地狱。一开门，却看见警察站在外面，向我举起证件：“徐静女士举报您参与谋杀李峰先生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”徐静就是李峰在外面养的小三，我还没去找他，他竟然先下手了。我跟着他们再次进了警局，警察这次盘问得更细致了。可我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，事发的时候又只有婆婆一人在场，不管怎么查都查不到我头上。婆婆的电话在警局里响起，警察让她放外音，保险公司的声音格外有特点，警察立刻就听了出来。
刘女士，关于您丈夫这个意外险保费领取的事宜，还请您尽早来处理。保险公司当然不可能这么快就收到消息，是我用买来的电话卡打了过去，告知他们需要取保费，所以他们联系了婆婆。她瞪大了眼睛看着一圈的警察，我笑着看她，不知道这个大力婆婆喜欢吗？警察当下就对保险公司开展了排查。公公前几日买的大额意外险，受益人被改成了婆婆刘红的名字，而事发时她却人在现场，一切是那么巧合。警察当场将她列为此次意外的唯一嫌疑人。看着她被警方拖拖拉拉地带走，心中积攒了3年的怨气终于冲出了胸口，溢散在空气中。不枉我特意去保险公司跑一趟，将公公的受益人改成了婆婆。这泼天的富贵，今日我就孝敬你了。警察再次打来电话，我才知道婆婆在局子里说出了我的作案动机，直接承认了我老公出轨的事实。我黑着脸进去，眼眶红肿，一看就是刚刚哭过。看见她，我就嘶哑着声音问：“妈，我这3年对这个家里怎么样？你心里清楚。你怎么能看着李峰出轨还帮他瞒着呢？”我在警察面前掩面哭出声，他们镇定地安抚我的情绪：“这位女士，您先不要难过，意思是您之前对这件事不知情是吗？”我诧异地抬头，我刚刚才知道，婆婆一直在旁边向警方说着不要相信我。我一直和她儿子感情不好，每次吵架家里都会打起来。我听见差点笑出来，打起来？难道不是我被打，被李峰打，被李建国打？我像是多年积压的情绪有了发泄口一般，从包里掏出了一沓单子，激动地用手甩了甩。这就是你说的感情不好？感情不好，我这3年花费这么多钱，感情不好，我为了嫁给你们家和我自己娘家决裂。你摸着良心说，我嫁进你家里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我说着，哭声大了起来。单子被我扔到地上，警察捡起来挨个看了过去，上面全是我交的各种费用和我的工资单。我微薄的工资全部用来补贴他家里，每个月自己1分不剩，还有他们2位老人看病买药的费用，家里东西坏了维修的费用等等。警察看完也疑惑，怎么没有你先生的支出？我苦笑一声。原本我也奇怪，现在才知道他的支出大概在徐静那里吧。婆婆立马骂道：“别听他胡说，我儿子不在了，他说什么都可以，家里全是我儿子在出钱，这账单是假的。”我眯起眼看他，看来他已经急得要疯了，连这带着章子的明细都说是假的。我像是刚刚想起一般，继续从包里拿出一沓纸张，是我这3年里被打进医院的病历。婆婆不知道我又拿出了什么东西，紧张地伸长了脖子看，一看见我的病历，她头缩得像只鹌鹑。警察看见我上次的病历，又看了看我，才想起来我就是前几个月被公公踹裂脾脏成重伤2级的人，一时间眼里都带上了同情的目光。再次查问后，我依然没有任何嫌疑，他们放我走了。婆婆着急地放狠话：“你等着，我出去就要你名声扫地，你这种贱女人以后都不会有男人娶你了。”毒妇！我背对着她，嘴角勾起，没男人娶，又有巨额的保费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我碰见了？李峰可真是我的转运使啊！我在自己的房子里打开手机，找到之前媳妇被公公踹裂脾脏的热搜，在下面留言我就是本人。1个小时的时间，因为正主的出现，沉寂下去的热搜又荣登榜首。我在自己的账号上晒出了自己的病历，配文一切都过去了，然后跟了今天那个一家男子全部意外遇难的新闻。我一边笑着，一边回复网友担心的言论，想起婆婆的话，
不知道他出来了，看见自己先被网暴了是什么反应。我无辜地回复着今天真是在警局里发生的事，又着重描写了婆婆有嫌疑，还没有出来，以及那个保险公司的电话。网友们纷纷担心道：女儿保护好自己呀，遇上这个婆婆真是倒霉，还好嘎的是2个人渣，希望她被就地正法。看见这些消息，我心中无限的心酸。转眼看见床旁边还摆着我和李峰的合照，我剪碎了扔进了垃圾桶里。那病历上的每一页都是我心脏的碎片。刚结婚时，他还没有后面这么过分。自从我发现他竟然在外面欠了100万的外债后，他就不装了。只要我一问他什么时候回家，就成了监视他，就是不信任他。他一进门就会给我一耳光。最严重的一次被扇到耳膜穿孔，我的左耳到现在还是没有恢复听力。他醉酒会用拳头打在我身上，清醒的时候我惹他生气，他就踹我的肚子。我右手摸上自己的小腹，眼眶泛酸，那里已经失去了2条生命。原本我很惋惜，很心痛，可现在我无比庆幸他们没有来到这世界上。我那时候根本无法给他们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，留下来是害了他们。从前我总是在自己的家里面却不开心，我抱怨爸妈管我太多，可我现在才知道有条件被管是多么幸福的事情。什么抽烟喝酒泡吧，那根本不是自由，这只会让我如烟花般绚烂一刻，然后掉进毁灭的深渊。此刻我无比想投入妈妈的怀抱，等这件事发酵起来，我就回去认错。我抬手抹了把脸，才发现泪水顺着脸颊滑落，浸湿了我被子上的一片。翻开名片，我找到保险公司的电话：您好，把李峰先生的保险受益人改成徐静。然后给爸爸打了电话：爸，麻烦您最后一件事，还是保险公司。董事长的指令一下达，保险公司里立马就办理好了一切手续。我接到他们回复的电话时，门铃刚好响起。我看了看一旁的显示屏，是徐静，她怀里抱着一个男孩，手里提着3份外带的饭菜。我笑了笑，按下了开锁。他进门熟悉地从鞋柜里找到自己的拖鞋和孩子的鞋，一换上就扑在我床上。我嫌弃地开口：你能不能换上睡衣再躺我的床？他娇俏地一笑：谁说这是你的床？我可躺了2年了，这就是我的，不然你叫他一声，看他答应吗？我无奈地摇摇头。小男孩点点在一旁高兴地拍他的小手手：哦，妈妈和干妈吵架。徐静是我这20多年来最好的闺蜜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。那时她知道我和公司的保安学坏了的时候，没有阻拦我，因此还被我爸妈狠狠骂了一顿，说她根本就不配当我的朋友。可没想到她只是暗地里在收集李峰的证据。看见他向那些大小姐献媚的时候，我在咖啡店里崩溃的大哭，但我还是不愿意相信。直到李峰第1次对我动手，我重新联系了徐静。他为了救我出苦海，让李峰理亏净身出户，愿意和我演一出戏，点点是为了让李峰相信，也为了补偿我不在的2个孩子。我和他一起去福利院领养回来的。他对李峰说的是怕我发现，所以带着孩子去外地，生了才抱回来。李峰看孩子比普通的孩子长得大，他就解释是营养好。李峰高兴的又给他买了许多补品。前世我们原本已经快要成功了，可谁也没有想到李峰的心恶毒至此。他给徐静说的时候，徐静还以为是玩笑话，毕竟那时电视上经常有杀妻骗保的案件分析，可他还没来得及告诉我，我就出了意外。我将重生的事实告诉他后，他差点提着刀去找李峰。我单独买了另一个手机来跟他联系，
每次在医院也是他偷偷陪护我。李家的2个人打完我就把我放在医院不管了。如果不是徐静，我早就死在他们家了。现在还剩下最后一场戏，我用我的名义将他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，只有这样不留余地才够真实。我告他带着私生子就想继承遗产，告保险公司不经过仔细查验就直接把受益人改成了小三，这是必胜的案件。但爸爸还是把公司里最顶尖的律师给了我，没有告诉他案件的实情，就是为了在法庭上真实一些。他看完案件情况就笑了出来。这种必胜的小案子，小姐放心吧。没问题，我当然放心了。法庭上，点点在阿姨的怀里直直看着我们，不懂2个妈妈在干嘛。我和徐静激烈的争执，双方律师却不是一个水准。谈到私生子的继承问题，我笑着回他：你有什么能证明那是他的儿子？李峰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。他刚出口了一个你，就被我打断。我是他老婆，我没有孩子，你哪来的李峰的儿子？还是说你承认他出轨了你？徐静沉默了下来，我勾起嘴角，别以为沉默我就没有办法了。法官手里拿着李峰这2年给徐静转账的所有截图，当然是徐静给我的，但我只能解释说是他找我炫耀的时候，我趁他去卫生间的功夫，我偷偷截图的。法官看完脸都绿了，眉头紧拧，胜利显然已经掌握在我手里了。见他不说话，我转头看着孩子开口道：实话告诉你吧，李峰早就不孕不育了，这不可能是他的孩子。一句话沉默了现场的所有人，大家纷纷议论了起来。我见状道：他干活受伤了，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的。徐静有些恼怒：你放屁，你等着，我去找婆婆去吧，她在局子里呢。是哪个局子你应该知道。我勾起的嘴角迟迟放不下来，这个3甲医院的证明不是假的，我这3年一直给她吃弱阳的食物。自从那2个孩子以后，上天开眼，她从来没有过错失，却也没怀过一次孩子。婆婆见着着急，催我们俩一起去医院里检查。医生说出来的时候，她脸黑得像墨水，然后威胁我回家就说是我自己流产伤了身体，以后怀不了了。自那以后，公公李建国打我就更狠了。而徐静那边一说出自己怀孕，她兴奋得恨不得将她供起来，更是多次转账。徐静的脸色越来越沉。这件案子被送上了新闻频道，现场正有记者进行着新闻直播。此刻她的不孕证明被公开在全国人民面前，我多年郁结在心里的恶气终于在今天吐了出来。一边播还一边讲述小三的相关法律。今天之后，徐静就会被全网辱骂，成为人人痛恨的小三。我顺利地赢了官司。轮到保险公司的时候，由于爸爸已经打过了招呼，他们直接当场认错。网友们对保险公司好说话的态度惊讶极了，他们表示愿意将受益人的名字改回去。我是李峰合法的唯一妻子，理应是他保险的受益人。案子结束后，律师叫住我，我疑惑地转头，他犹豫了一会，才开口：小姐，夫人和先生都很想你。我知道，我也想他们。我很快就回家了。我脸上是释然的笑。这次我要带着成绩回家。出法院后，当天保险公司就加急把保费打到了我的账户上。我没多留，直接当场把钱转给了徐静。他家里的生意遇到了难题，需要流动资金，这钱正好可以帮他解燃眉之急，也是我答应他的事成后给他报酬。那时他死活也不愿意收我的钱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该感谢这次生意的意外，给我这个机会报恩。钱转到了他家里公司的账户，他则是一直住在我这里。
可2天后，网友就扒出了徐静家的住址。从案子结完后，所有人都在抨击他，他还笑哈哈地说我那天演技真不错。我无奈地摇头，见时机差不多了，登录自己的账号，发布了一条动态：我已与徐静女士和解，小孩子是无辜的。鉴于我已经失去了2个孩子，我决定和他一同抚养这个2岁的小男孩。希望广大善良的网友能对他口下留情。他也是因为被渣男欺骗。Girls Help Girls， 我的账号这几天热度持续走高，一发布动态就被千万人评论转发。天哪，我关注了个什么神仙呐！姐姐就是我的榜样。头一次看到男人出轨，原配不怪小三怪渣男的，人间清醒。还有不少新闻媒体官方账号转发我的动态，我正看得激动，我爸妈一个电话打了过来：“女儿啊，你这是什么情况啊？怎么前几天还在法庭上互撕，这就和解了？我还有大招呢！爸爸妈妈放心吧，我可是你们的女儿啊，怎么会做搬起石头砸自己脚的蠢事？嫁给李峰就是我人生唯一的败笔了。”见事情发酵的差不多了，我上传了一个链接。我和徐静女士合作开了一家母婴产品生产公司，欢迎大家亲自检验。热度炒起来后，我的第2个动态也被转发了起来，网友们都惊掉了下巴。神仙操作，原谅就是极限了，怎么还带合作的呀？听说原配是首富的女儿，看来是真的。做生意是刻进 DNA 里了吧？要不人家能发财呢？这么心善的女生，东西一定不会差。我试试，短短1天销量就比最火的母婴连锁店1月的收入还高。我提前预支了年底的分红给徐静，她家里的公司也慢慢步入了正轨。期间我抽空去看了婆婆，她不复之前的容光焕发、憔悴的模样。眼里没有一丝光亮。我坐在他对面，拿着听筒，轻声道：“其实沈家根本就没有赶我。”他瞪大了眼。我一直和爸妈都有联系。我微笑着看他：“离婚太便宜你们了，我失去的青春都要你们付出代价。”警察说他拿不出一点不在场的证明，最后判了无期。可我知道，他拿不出不是因为没有准备，而是他当时真的在场。他知道我和李峰给他们买保险的事情，他也在找机会，只不过他来晚了一步。我拿了最具潜力新商奖后才回家，门口的保安一见我就红着脸过来，小声问我：“小姐，需要我帮您泊车吗？”我一瞬间的怔愣，回头看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下面我们来听第2个故事。弟弟要结婚买房子，爸妈逼着我给出50万给他。他们在售楼处看中了一套128平的3居室，就等着我的钱尾款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已经被他们逼死了。爸妈看着我的尸体叹息道：“怎么不晚点死？起码把钱给你弟弟啊！”弟弟一脸兴奋：“爸妈，姐姐的骨灰也能卖钱。”我的灵魂飘荡在他们上方，看着他们一步步地走向死路。原来人死只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，猝死的痛苦远比活在这个世界上轻得多。我爸是家中唯一的儿子，上面有2个姐姐，是个高干子弟。爸爸有过一段婚姻，生了3个女儿，因为生不出儿子，前妻在家里极为没有地位。他不堪受辱，带着孩子离婚远走。我爸没什么才能，幸而有爷爷庇护，在事业单位混了个专管员的位置，混工资，混保险。我妈是大山里出来的，比我爸小了19岁，嫁到这家的任务就是生儿子。然而第1胎生了我，爷爷奶奶整日给他脸色，所以他对我极不好。爷爷奶奶骂他，他就回来骂我。不解气时还会动手，死丫头片子，赔钱货，都是因为你这个扫把星。早知道是个女孩，还不如把你打掉。
省得现在连累我。我哭得声嘶力竭，爸爸烦了，摔了饭碗，哭哭哭，就知道我还没死呢，哭的什么丧？后来我7岁时，他们终于如愿有了儿子，举家欢庆。唯独我躲在墙边的阴影处，看着他们围着弟弟喜笑颜开。爸爸高兴地将弟弟高高举过头顶，又放下。我的大儿子啊，大儿子，我有儿子了。妈妈看了，赶紧说：“老公，快放下，孩子还小，别伤着。”爸爸似乎意识到什么，赶紧慢慢地收回手臂，又将弟弟抱在怀里，如珠如宝，一家3口其乐融融。其实上幼儿园的时候，我经常看到小朋友跑出院门，扑进自己爸爸的怀里，然后被爸爸高高举起，我羡慕极了，也曾奶声奶气的小声央求：“爸爸，软软能举高高吗？”得到的却是不想走就滚回幼儿园。我不敢多话，只能低下头半跑着跟上爸爸的脚步，生怕走慢一点就会被丢下。2个月前，妈妈突然打电话来：“软软呢？最近工作什么样？”她对我从来都是直呼其名，除非是要钱的时候才会叫得这么亲昵。听到这个称呼，我心中了然，这次又要多少？我不想跟她扮演虚情假意的母慈子孝的，单刀直入。爷爷去世后，爸爸没了庇护，工作一换再换，肥差根本轮不到他。退休后也只有3000块钱的收入每个月，他大手大脚惯了，对弟弟更是从小溺爱，要什么都给买。爷爷留下的家产早就被他败光。你弟弟年纪不小，该结婚了，你做姐姐的也不能看着弟弟一直打光棍。现在没个像样的房子，哪个姑娘肯嫁？家里明明有个60平的大单室一直空着，怎么就不能做新房？谁结婚还能住单室？而且那房子也太老了，怎么能让你弟弟在那里结婚？妈妈急了，最少也要3居室100平才像样子。我算过了，把那个单室卖了，再少添一些，正好换个3居室。呵，少添一些，那是多少呢？不多，50万。50万，我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女生上哪去弄这50万？妈妈听出我不愿意，当即破口大骂：“你个白眼狼！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供你吃，供你穿，供你读书，现在让你给弟弟出点钱买房子，你倒是不愿意了。”说的我自己听着都觉得自己是白眼狼了。可是明明弟弟吃穿用度都是名牌，可我却要每天偷偷去捡瓶子存书费。明明我成绩全校第1，却只能念到初中毕业，因为9年义务教育，因为就算助学贷款可以让我工作之后分期还，他们却觉得有还贷款的钱不如拿来贴补弟弟，所以我早早辍学。可是话锋一转，他的态度又忽然温柔了许多。我知道你在外面工作不容易，你也大了，弟弟先结婚也不合规矩，所以我给你也相看了一门好亲事，妈老家村长家的2小子。村长虽然官不大，可油水多，他家有很多钱，你嫁过去不会吃亏。而且人家说了，单单彩礼就给50万。原来我都已经被明码标价了，他们是算好了我的价格去看房子的。可那村长家的2儿子是个傻子，整天流着拉哈子，看到村里的姑娘就脱裤子。他们真的是我的亲人吗？之后每天他们轮番给我打电话，开始还是和颜悦色的哄骗，到后来就变成恐吓。我告诉你，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，不然我就打死你。你是我生的，我想把你怎么着就怎么着。我真的是你生的吗？我终于还是没忍住，歇斯底里的咆哮着心中的委屈。你别跟我说那些，要么你拿50万出来，要么就乖乖家去村长家。我给你1个月的时间。我一个初中学历的小姑娘，现在做销售，1个月也就1万多点。
他们每个月还想尽办法的来找我要钱，我哪里能拿出那50万？可是他们说得出就是做得到的，但他们是我爸妈，总是有机会碰面，一旦被他们绑了，悄悄送回村里，我也是跑不掉的。而且他们之前因为我不给他们钱，还跑来我公司闹过，在楼下扯条幅，说我不孝，说我不赡养他们。因为这事儿，公司差点把我劝退，还是经理可怜我，才跟老板求情留下了我。我到处寻找兼职，白天上班，晚上回家配音赚外快。为了凑钱，我接了个报酬丰富的急活，只是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。因为从小营养不足，有低血糖的毛病，过度的劳累，我在配音的时候晕倒，没人发现，最后在最好的年纪凄凉死去。可我竟然觉得这是种解脱，只是心中的怨恨依旧不能消散，所以将我的灵魂居在这家人身边。售楼处里，他们一家3口，弟弟和售楼员攀谈拖时间，爸妈则是走到一边的柱子边给我打电话。这个死丫头还不接电话吗？爸爸黑着脸问。我妈有点心虚，就是你的错，生出这么个白眼狼的赔钱货，就不该听你的，一早就该给他送到村里去，收了彩礼了事。妈妈听着爸爸的数落，一言不发。可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妈妈阻拦了将我送到村里的事情？或许她对我也并非没有一点感情，只是碍于爸爸，毕竟我是她身上掉下来的肉，毕竟她也是女人。呵，人就是这么可笑，只愿相信自己想相信的，自欺欺人的活着，总感觉这样能让自己过得快乐些。可最终真的快乐吗？妈妈的话又一次将我心中燃起的希望扼杀。我不是想着他要是能拿出50万给浩浩买房子，等房子买完了，结婚给彩礼的时候再给他送到村子里，这样浩浩的彩礼也有了。要是现在给他送去，以后就不好要钱了呀。果然，他们果然是我那对亲父母。小时候班里有奖励，每次考试考好了，都会用班费给孩子们准备奖励。我记得那次的奖励是第1名变形金刚，第2名洋娃娃，第3名积木。考试那天，他们还破天荒地给我准备了早餐，鸡蛋牛奶。以前那都是弟弟的，我果然又是第1名。可我不喜欢变形金刚，就跟第2名交换了奖品。那是我人生中第1只洋娃娃。我很早很早就想要一个洋娃娃。我没有妈妈陪着睡觉，晚上一个人窝在杂物间的时候，总是觉得老旧的柜门缝里有双眼睛。我哭着求妈妈陪我，我害怕换来的只是一顿打骂。如果有洋娃娃陪着我，或许我就不会那么害怕了。可是就因为我将礼物换成了洋娃娃，回到家，弟弟看到后大哭，一边哭一边对我拳打脚踢。我不能还手，不能制止，甚至不能跑，否则就会换来他们3个人叠加的拳打脚踢。弟弟那么小，你怎么那么恶毒，能对弟弟动手？弟弟那么小，打你几下能疼到哪去？弟弟那么小，你躲什么？你躲开他打不到你，追你的时候跌倒了怎么办？都说丫头片子没用，还不是没考第1。听见爸爸的话，我又自欺欺人的以为他们是因为我没考第1才不高兴，所以赶紧解释，声音小得跟蚊子一样。我是第1名。什么？你是第1名？那奖品怎么不对？我喜欢洋娃娃，所以和第2名交换了礼物。我以为解释完，我会得到他们的夸奖，可是我错了。我得到的是爸爸突如其来的耳光。小小的我被一巴掌扇倒在地，头磕到茶几角，流出了血，耳朵里除了嗡鸣什么也听不见，只能看到爸爸指着趴在地上的我骂，可我听不见他们骂什么。后来弟弟将被他肢解的洋娃娃砸在我身上时，告诉你，
以后我喜欢的东西，你只能拼命地拿来给我，再敢擅自改变或者拿不回来，你就等着被打死。”我才知道，原来他们生气不是以为我没考好，而是那个变形金刚是弟弟喜欢的，我却换成了我喜欢的洋娃娃。可那是我自己努力赢来的，为什么不能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？难道我的作用就是只是为弟弟赢回弟弟想要的？那一夜，我抱着破碎的洋娃娃哭了很久，哭累了就那样睡着。第二天醒来时，脸上还挂着泪，在梦里我依然伤心地流泪。我的童年几乎都在这种痛苦中度过的。妈，那个死丫头片子什么时候把钱转过来？人家售楼员说了，那房子有人要买，我们要是不交尾款就不给我们了，而且我们的定金也拿不回来，早就该把它卖给那个傻子。弟弟的话将我从回忆里拉回来，看他那心安理得的嘴脸，顿觉一阵恶心。我愤怒地想去掐死这个好吃懒做、一事无成的独苗，可是双手在碰到他脖子的时候，却穿过了他的身体。是啊，我不过是一缕幽魂。他忽然耸了耸肩，哪里来的寒气？我冷笑，惨白的脸贴在他耳边轻声说：“鬼缠身都不会走好运，你等着倒霉吧，我看着你怎么死。”虽然我知道他听不见，可我还是说了。说着说着笑起来，笑得阴森。妈妈的手机响了，她神色一喜，应该是觉得我回电话过来。可我已经死了，早就凉透了。她看都没看就接起电话，张口就骂：“你这死丫头片子，钱呢？再不转过来，你就等着我把你卖到山里去。贩卖人口是犯法的，你要把谁卖到山里去？”对面的声音威严清冷。妈妈赶紧从耳边把电话拿开，自己看了看屏幕，陌生座机号码：“你是谁呀？这里是松山区警察局，请问是程软软的家属吗？”警察局？那死丫头片子犯事儿了，她跟我们家可没什么关系。果然是亲妈。听说是警察局，赶紧把自己摘出去。程软软确认死亡，请家属来确认尸体。那丫头片子死了？我妈问，得到了确切的答复。他们赶紧赶到警察局，神态焦急。如果是之前的我，应该又会生起一丝幻想吧，觉得他们对我还是有情分的。只不过我不是了，跟着他们一起去了警察局。果然，怎么可能是为了跟我有情分才急匆匆来警察局呢？警察同志，程软软她真的死了。我的亲人们异口同声：“是的，请到这边认尸。”说话的是个年轻的警察小哥哥，一身深蓝色的警服，正气凛然，帽檐下的脸棱角分明。警察同志引领他们往停尸间走，但却被他们拦住。警察同志，程软软死了，那他的钱呢？钱我现在能带走吗？警察眼眉微挑：“什么钱？我们在证物里没看到钱。我儿子要买房子，就是程软软的弟弟。程软软准备了50万给他弟弟，但是今天我们去售楼处交钱，一直没有这笔钱到账。你说他死了，那钱还在吗？他被劫财然后才死的。”说着说着，好像我真的是被劫财死了一样。哎呦，我的软软呐，你倒是先把钱转过来呀！我妈农村泼妇的灵魂复活在警察局，嚎啕大哭，是真的伤心。不过伤心的并不是死了女儿，而是我死前没有把50万转过去。警察都看不下去，立刻呵斥：“这里是警察局，不是你大呼小叫的地方。”一般遇到认尸家属痛哭，警察也都能理解，毕竟失去了亲人，都会给予安慰。可是这位警察没有安慰，反而是呵斥。我们做了现场调查，程软软不是死于他杀，是突发性低血糖导致昏厥，没有及时被发现导致死亡。他是由于劳累过度才低血糖发作，并且
他死的时候还在配音赚钱。警察把最后2个字咬得特别狠，他的眼里不知什么时候有了泪。一个外人都比我的血脉亲人更在意我。我躺在停尸床上，盖着雪白的布。我的3个亲人没有一人愿意上前掀开白布认尸，直到警察催促，我妈才在爸爸的眼刀下上前捏起白布的一角，微微抬起，甚至都没有看到我的脸，就赶紧放下。是了，就是那个死丫头。言语间没有一丝伤感，只有不耐烦，想尽快了结这个晦气的环节。警察同志，我们可以走了吗？去办完手续，将尸体领走，你们就可以走了。还要领尸体，你们不能就地处理了吗？我爸终于忍不住开口，处理尸体还要花钱，他当然不愿意。弟弟这时候倒是来阻拦，爸，毕竟是姐姐，还是要带回去的。爸爸刚要反驳，弟弟就在他耳边小声说，我认识个殡仪馆的哥们，可以用骨灰配冥婚，能卖不少钱呢。幸而这位警察同志的耳朵很灵，我提醒你们，冥婚违法，重罪，死者要入土为安，省得日后夜不能寐。他们领回了我的尸体，草草火化。可是他们怎么可能放弃最后一个从我身上捞钱的机会，榨干我的剩余价值？对他们来说，那叫物尽其用。所以他们当然还是选择了冥婚。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的骨灰送到骨灰贩子手里。他这是生前虐待我，死后也不让我安宁。可无论我怎么拼命阻拦也没用，每我碰到活人的时候，就会穿过他们的身体，我什么也阻拦不了，除了绝望的哀嚎。警笛声越来越近，是那个警察小哥哥，他带人捣毁了这个倒卖骨灰的团伙。小陈，行啊，带人认个尸都能立个功。原来他姓陈，他手里抱着的是我的骨灰盒。这是？那人问。这就是那个猝死的姑娘，我看她太可怜了，摊上这么一对父母，也是她冥冥中帮我们捣毁了这个团伙。我准备跟局里申请帮她安葬。我的亲生父母要将我卖了配冥婚，活着的时候他们趴在我身上做吸血鬼，死了他们还要啃我的骨头。是啊，我多可怜。是啊，可惜了，这么年轻。这姑娘长得多好看。对方话锋一转，这姑娘的亲人倒卖骨灰，打算怎么办？该怎么办就怎么办。陈警官说的斩钉截铁。我对着他深深鞠了一躬。最终，我弟弟和妈妈将责任都推给了我爸，毕竟爸爸年纪大，什么也干不了，留着他只能拖后腿，还得伺候他。爸爸因为倒卖骨灰被判了2年。那个房子最终也没买成，开发商都是得法律团队，都是专业的，坑老百姓一个顶1万个。我弟弟房子的定金到底是没要回来，我妈去闹人家就报警，而且人家说了，合同上白字黑字写着，如果违约，定金不还。所以这次我妈和弟弟算是吃了个大亏。我第一次觉得黑心开发商竟然也算做了好事，至少对我来说是件好事。弟弟的女朋友因为房子没买成，也跟他分手。之前他用爷爷的关系在工厂谋了个工人的活，就是往机器里下料，整日3天打鱼2天晒网的。现在没人护着，赔了那么多钱，他只能继续去上班。而我则是留在了他们身边。我发现活的东西我碰不到，但是我可以碰到些死物，比如陶瓷的杯子什么的。所以晚上我总是要在家里弄出些动静，杯子莫名其妙掉在地上摔碎。只不过每次碰完这些死物，我就会很虚弱。那天弟弟下夜班回来，妈妈给他炖了鱼汤。弟弟特别喜欢吃鱼，可我却每次吃鱼都会浑身起疹子。可是爸妈还会逼着我吃，因为弟弟剩下的鱼刺上总是有肉，我必须要把鱼肉吃掉。
美名其曰不能浪费。我跟爸妈说我吃了会起疹子，会很难受，就会被他们骂矫情。小姐身子丫鬟命，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。弟弟坐在桌边等着妈妈一样样的把筷子、碗、菜饭都端上来，把饭盛到碗里端到他面前。最后一道就是他爱喝的鱼汤。儿子，鱼汤来喽！他端着鱼汤路过弟弟面前的时候，突然汤碗歪了，一大半都洒在了弟弟的腿上。弟弟被烫得满地乱碰，嘴里还骂骂咧咧的：“死老太婆，你要死吗？烫死我了！”妈妈心疼得直道歉，说自己错了，上前想帮弟弟把挂在裤子上的鱼渣弄掉，却被弟弟推倒在地，笨手笨脚的。看我不打死你！然后对着母亲就是一顿拳打脚踢，而我则虚弱地圈在角落，看着弟弟施暴，听着妈妈哀嚎着求饶。我心里没有不忍，没有心疼，但我发现我心里连报仇后的快感也没有，只是麻木地看着、听着，最后看烦了，体力也稍稍恢复。我飘出的房间，在外面游荡。从爸爸被抓起来坐牢后，以家和牢房为直径的范围内，我都可以自由活动，养而不教，只知道一味溺爱，终究会报应到自己身上。弟弟从小被他们宠坏了，他觉得爸妈顺着他，伺候他是应该的，少有不顺心，或者伺候不到位，就会感到不满。他想要的东西就能轻易得到是应该的。有一天得不到满足了，就会觉得是别人的错，是父母无能。他从小看着爸妈对我拳打脚踢，即便我处处做得都好，依然会被打骂。在父母的纵容下，他有样学样的欺负我这个姐姐。可是人总是会长大的，会进入社会。被社会毒打之后，像弟弟这种之前被家里宠坏的孩子，怎么可能接受这个现实？在外面耍横，别人会几倍几十倍的还回来。他再也不能说风是风，说雨是雨，没人会惯着他。那种做大王做惯的弟弟，心里得不到满足，就会回家来找存在感。失去了我这个受气包，自然将怨气不满都发泄在妈妈身上。这么看来，爸爸坐牢被关起来还是因祸得福，被风带着没有目的地的飘荡，竟然飘到了我曾经念书的学校操场运动器材附近的角落里，蹲着黑影。我以为是同类，结果是人类。大半夜的穿这么黑，也不怕被踩着。原来那人在喂猫，小猫很贪吃，两只前爪扒在那人手上，像是怕那人收回手上的小鱼干似的。我活着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些带毛的小动物，可是我这样的家庭地位怎么可能允许我养它们？有一次在学校养了2只流浪的小猫，每天放学我偷偷捡瓶子的时候，看到有能吃的东西也会捡着，然后带个小猫们。可有一天弟弟发现了，去妈妈面前告状，说我偷钱给小猫买吃的。那一天我被打得浑身青紫，好几天没起来床。第二天弟弟回来的时候，竟然身上也挂着伤。爸妈问他，他说是自己摔的。难道是去抓小猫的时候摔伤的？怕弟弟去伤害小猫们。我能下床了之后，赶紧去上学。幸好小猫都还在，猫窝附近还多了猫粮。不知道是哪个好心人，小猫突然喵喵地冲着我叫了起来。都说猫能通灵，该不是被他看见了。蹲着的男人站起来拍拍手，转身，是他，那个救了我骨灰的陈警官。我仓皇地想造个地方躲起来，他却朝我走过来，手插在运动服上衣兜里，嘴里还念叨着自己养的猫，撒手不惯了，倒是劳累我，声音中带着埋怨，还有一丝悲凉。我来不及躲藏，局促地站直身体，手举在胸前摇晃。这要巧，陈警官话还没说完，他就直直地穿过了我的身体。我僵在原地，低头苦笑。
呵呵，真傻，他看不到你的呀。程软软回到家的时候，妈妈自己躲在房间里，一边哭，一边艰难地给自己上药，时不时传出痛苦的声音。软软要是活着多好，这话说得莫名其妙。我是不信她会良心发现，觉得自己之前做错了。死丫头片子，你死了倒死干净，可你不想想，你死了我要怎么活？你弟弟把气都撒在我身上，我这把年纪能经住几次打啊？真是恶心到家了！原来希望我活着，就是为了让我替他挨打。我一把将桌子上的暖壶推到地上，啪，水花四溅，玻璃内胆碎裂。弟弟闻声过来，一脚将门踹开，看到地上的水壶大骂：“你个死老太婆，没挨够打是不是？”说着又上来给了妈妈2巴掌才离开，走时不忘骂一句：“就是有你这样没用的妈，我才过得这么不如意。你要是有钱，我怎么会过得这么憋屈？”时间过了半个月，可我还是没有办法去投胎，依旧被拘在这个范围里，听弟弟打骂妈妈，看陈警官喂猫成了我每日的事情。弟弟在单位人际关系非常不好，所以工作不顺心，但是又不能不去。现在没人养着他，他也需要赚钱吃饭，只是在单位受的气，回来就都发泄在了妈妈身上。就像当年妈妈在奶奶那边受了气，都会发泄在我身上一样，有因必有果。这日陈警官来喂猫的时间晚了点，但是手里提了2大袋的猫粮，他慢慢地将猫粮都打开，放进了简易的猫窝里。我马上要出任务，接下来的时间就不能来喂你们了，你们要乖乖的。我答应你们，在猫粮吃完之前一定会回来看你们。这么多猫粮，这是要走好几个月、半年的时间，心中升起一阵失落。可就是他不离开，又能怎么样？我一个幽魂，接下来的日子，我每天的事情从看弟弟打骂妈妈和看陈警官喂猫，变成了枯燥的看弟弟打骂妈妈。时间久了，我只觉得吵闹，干脆飘到监狱去看看爸爸。他的状态很不好，面容枯槁，像是生病了。果然，第3日就收了监狱那边的信息，说是爸爸身体状态不好，希望弟弟能给他申请保外就医。但是弟弟自然是不会同意的，毕竟保外就医的费用是要抚养人或者赡养人承担，弟弟是绝不会为了他花这个钱的。妈妈去看爸爸，爸爸撑着病躯满嘴埋怨，都是你的错，非要让软软自己筹钱，要是早点给他送到村长家，他也不会死。现在好，他死了，谁来管我？原来他一直都知道指望不上弟弟养活他，可是他依旧任由弟弟欺负我，帮助弟弟压榨我，最后却还指望着我给他养老。凭什么？他那么理直气壮地说着让我难以理解的理论。你现在怪我，还不是你们家重男轻女？要不是你妈天天因为生不出儿子给我脸色看，我怎么会看不上软软？现在埋怨我。他们2个互相推卸责任，可没有一个是真正觉得亏欠了我。爸爸没能从弟弟这边得到保外就医的机会，就把主意打到了前妻和前面3个女儿的头上，真是自信的可笑，何其荒唐！程万里，你也有脸给我打电话？我恨不能你现在就去死，挫骨扬灰都不解恨。你不是要儿子吗？这时候怎么不找你儿子？前妻根本没有给他一点机会，反倒是终于有机会一抒多年怨气。没几日，爸爸就死在了狱中。听狱警说，他死的时候还念叨着弟弟的名字。呵呵，可不可笑？为了什么传宗接代？为了什么可笑的香火？就算女儿对他再好，也是外姓人；儿子再不是人，那也是儿子最重要。这种人，活该他死了也没儿子送终。弟弟果然没让人失望，
因为犯人在监狱去世，鉴于直接火化会通知家属到场，但也不是必须到场。这种情况，我那心里只有自己，埋怨爸妈没能耐，没给自己过上纸醉金迷、挥金如土日子的弟弟怎可能到场？妈妈已经被他打得下不来床，自然也不会到场。一心想要儿子的人，最终也没等到儿子送终。弟弟最近的手头似乎宽裕了不少。爸爸死后，我的活动范围又变成了弟弟和妈妈附近。妈妈每天都待在家里哼哼唧唧地喊疼，我不愿意跟窝在他身边，就一直跟着弟弟，看看他在做什么。最近他手头似乎一下子宽裕了很多，每天花天酒地。这日弟弟又没去上班，我跟着他到了一个僻静漆黑的巷子，遍地臭水，垃圾的小巷里苍蝇扑面。弟弟时不时挥手驱赶，走了约莫5分钟的样子，他转身进了一个破旧的楼栋，楼栋口还挂着红漆写着旅店的木牌。如果不是跟着他，我都不知道市里还有这样的地方。浩哥来了呀！一个衣着暴露、烈焰红唇的女人凑了过来，搂住他的胳膊，半挂在他身上。弟弟搂住他的腰：“小妖精，想我了？等我办完正事儿就去找你。”那女人笑得花枝招展：“那人家等你哟。”随后扭动腰肢离开。弟弟来到3楼，扣响了最里面的那扇门。开门的瞬间，一股血腥味扑面而来。变成幽魂后，对血腥味格外的敏感。这个人的器官都订出去了，除了这对眼角膜。听着沙发上的人拿着电话说着让我这个幽魂都毛骨悚然的话。他们在倒卖器官，这次是什么货？别再弄那些病病殃殃的，挖不出几件能用的器官。沙发上的人挂断电话，对着弟弟说：“放心吧，老大，这次保准是好货。娘们和男娃都送进山里了，卖了，女娃个个健康都留下了。对方说了，后天在城郊仓库交货。之前就看过新闻，一些小孩的尸体被丢弃，找到的时候内脏都被掏空，原来是他们做的。这帮畜生，他们就不怕死了进18层地狱不得超生吗？”想到电视里那些看到自己孩子被杀害的尸骨都不全的父母，哭得撕心裂肺，精神失常，一个个家庭破碎的惨剧。我只想拼着魂飞魄散带他们一起去死，但是我得知道那些孩子在哪。城郊仓库，这里有这么多仓库，我没有办法找人帮忙，只能跟着弟弟，看看到时候能不能想办法吓走这些畜生，救出孩子们。跟弟弟回到家，妈妈几乎只有一口气吊着，弟弟今天竟然给他喂了饭，吃了药。妈，你得再活几天，等我过几天办完那件大事儿，你还能再帮儿子赚笔钱。可是最终妈妈还是没熬过去，半夜的时候还是走了。我看着他闭眼，看着他灵魂出窍，看着他见到我时的惊讶。你没死。我笑了，不是我没死，是你死了，被你溺爱了一辈子的儿子打死，滋味怎么样？我妈哭了，哭得凄惨无比。是妈不好，没能耐，不是你弟弟的错，是妈没能耐。你弟弟说过几天我还能帮他赚笔钱，我现在不能死。软软，你有没有办法？有没有办法让妈再活几天？至少等妈妈帮你弟弟赚到他说的那笔钱。怎么会有这么无耻又愚蠢的人？软软，你有办法的是不是？你帮你弟弟，够了。他怎么有脸来求我？难道对我他就没有一丝丝的愧疚？为了给他儿子凑房款逼死我，到现在他都没有一点悔意。你想帮他？妈妈回答的斩钉截铁，没有一丝犹豫，好像弟弟从来没有虐打过他。呵，你想帮他，真是可笑。你知不知道他要你做什么？他要拿着你的器官去卖啊！你胡说，你
你怎么那么恶毒？都死了还要诋毁你弟弟？他露出狰狞的面孔扑向我，一道黑影闪过，母亲不见了。第二日中午，弟弟才慢半拍地发现妈妈死了。呸！晦气，老东西！他没有一滴眼泪，只是埋怨他死的不是时候，耽误自己赚钱不说，还在他要做一扇大生意的时候死了。晚上他们没有回家，也没有把妈妈送到殡仪馆，任由她在行军床上挺尸。第三日，我跟着他去郊区仓库收货，一个个稚嫩的脸上本该是最美的笑容，而现在满是惊恐无助。孩子们一个挨着一个的蜷缩在一起，从身边的小伙伴身上获取微弱的安全感，安静的不敢出声，应该是被打怕了。弟弟收了他老大的钱去验货。黑哥，弟弟跟着对面领头的人打招呼，那人身边站了4、5个男人，裸露在外的胳膊上都是纹身。弟弟朝孩子们的方向走了过去，我却被黑哥身旁的花衬衫吸引。虽然他改变很大，头发被发胶涂得锃亮，大背头跟被驴舔了一样，红色的花衬衫显得他整个人活脱脱一个二溜子。可我还是在人群中一眼就认出了他，陈警官。原来他说的出任务就是到人贩子团伙里做卧底，时隔好几个月能再见他，我很高兴。喜悦的心情一闪而过，不好，弟弟认识他。他一个停尸间的小警察，怎么会去做卧底？弟弟验完货，高兴地回到他老大身边，路过黑哥等人的时候，目光在陈警官身上迟疑了一下，眉头微微蹙起，但是还好，只是说稍稍迟疑就回到了他老大身边。我悬在嗓子眼的心也微微放下。老大，货不错，得到肯定的答案。他们开始交易，孩子们被带走。我跟着孩子们飘到来时的厢货车这边，这些孩子将面临的是要被刨心挖肝。可有陈警官在，他们应该会没事吧？你是警察？弟弟突然的惊呼将我微微放下的心一整个儿提了起来，局面开始混乱。陈警官临危不变跟弟弟对峙，从这些扯皮的对话中，我听出陈警官是在拖延时间。那些人一向宁可杀错不会放过，我想护在他身前，可是子弹几次穿过我的身体，直奔他而去。幸而他身手矫捷，巧妙避开。一阵大力下，我被吸走，落到了弟弟身边。弟弟跑了，我看不到陈警官的情况，只听见了警笛声。他应该会没事吧？下一秒，他却出现在弟弟身前，只是他腹部已然一片嫣红。你跑不了，混蛋！几次坏我好事儿，我弄死你！俩人扭打在一起，陈警官腹部受伤，很快体力不支，被弟弟死死掐住脖子。我去抓弟弟的胳膊，掰他的手指，可我根本触碰不到他。情急之下，我用尽全部力气，让一块巨石飞起，径直冲向弟弟的头。他满头是血的倒在地上。陈警官死死地盯着那块沾了血、救了他命的石头。软软，是你吗？我惊讶，可我已经没时间思考，身体虚化成无数晶体，随风分解。最终，我还是没有办法再次投胎做人。我心里的释怀，不是因为伤害我的人都死了，而是因为终于有个人记得我。番外，陈警官篇，软软，我来看你了。不知道他喜欢什么花，我去摘了一大把野花。小时候，他每次去操场那个角落喂猫，都会摘一把野花，插在猫窝各个地方，每次还都要欣赏好久，也不知道哪里好看，丑死了。你都不认识我吧？可我认识你，认识你20年了呢。我可不是什么变态，你也没见过这么帅的变态吧？小时候学校有几个喜欢欺负人的坏孩子，每次他们都把我堵在小胡同里问我要钱。那时候我胆子小，总是被他们欺负，
突然学校来了一个可怜兮兮的女孩，可就是这个说话都畏畏缩缩的女孩，在我被欺负的时候，却悄悄地叫来了老师。从那之后，那些人不再欺负我，因为他们有了新的欺负对象。可我那么怂，我不敢保护那个女孩。那个女孩儿特别喜欢喂猫，我就用零用钱买点小猫的粮食扔在猫窝附近。那个女孩儿每次都高兴地捡走，还庆幸自己运气好。真是笨，明明自己很弱小，还想保护别人。我没想过会再遇见你，更没想过再次相遇是在警局的停尸间。后来我转学了，还学了自由搏击，想着以后能保护那个女孩。可看到档案里你的名字，我用手挡住了照片，我不敢看，我怕照片上的人和我记忆里的小姑娘相似。真的是你。我没让负责通知家属的同事给你亲人打电话，我怕他们措辞不谨慎，伤害了你的亲人。可是当酝酿了半天措辞打过去的时候，才知道你的家人竟然这样恶劣，不敢想你这些年受了多少苦，他们竟然还想把你配冥婚。我吓唬他们，可还是不放心。果然，幸好现在的我不怂了，我将他们绳之以法了。那天是你保护的我吗？我知道你还在，可你为什么都不来我梦里看看我呢？你来看看我，让我亲口跟你道歉，为我曾经的懦弱跟你道歉，让我补偿你。对了，你那经常欺负你的弟弟，他被判死刑了。如果轮回转世，我下辈子还能遇到你吗？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。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